新版黑鸟之子上线 ，SR-72临界鹰去哪儿了？美国空军又打算研发高超音速侦察机了，跟莱多斯公司签署了一项3.34亿美元的合同，预计在2028年10月前完成。被称为 SR-71黑鸟侦察机的继任者，高超音速侦察机 SR-71，这几个词一起出现，各位能想到什么？火力军首先想到的就是臭鼬工厂的 SR-72临界鹰。这就有一个问题，在 SR-72已经研制很多年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又与莱多斯公司签订合同，研发新款高超音速侦察机 SR-72临界鹰会不会已经下马了？美国空军与莱多斯公司签订的合同算是美国 Mayhem 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就是研发新一代高超音速系统，可以利用未来科技执行搜索情报、监视以及侦察等任务。根据莱多斯公司的计划，该项目是在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开展，预计在2028年10月前完成。不过因为这个 Mayhem 计划属于是美军机密，关于新款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细节并不多，就跟 SR-72一样，研制过程属于是高度保密，目前详情还不清楚，有说有人驾驶的，有说无人驾驶的，有的说比 SR-71小得多，大概跟 F-15差不多，有的又说和 SR-71的大小差不多。不过也有几点是基本一致的，一是肯定有，二是速度6马赫以上。新款高超音速侦察机的保密程度也不差，就连这种飞行器的类型是一次性的还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都不清楚。不过根据初步构思，新飞机的动力是结合涡轮和冲压发动机技术，可以在传统飞机跑道上起飞，升空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到高超音速，速度则是跟 SR-72差不多，能达到6马赫，是 SR-71黑鸟的2倍，并且自带隐性功能，避开敌方雷达。研发高超音速侦察机算是美国空军的传统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还一直使用不同型号的侦察机收集敌方情报。不过 SR-71之后的侦察机飞行速度都慢，而且没有隐身功能，不适合深入敌人领空执行任务。但是高超音速侦察机不一样，最直接的问题追不上。SR-71于1966年服役，1998年退役，在服役33年中没有被击落过一架。目前最快的战斗机也不过3马赫，对付 SR-71都有压力，对6马赫只能望机兴叹。防空系统也是如此，爱国者导弹都追不上这种飞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防空导弹也拿它没辙。只有部分顶级的反导系统能够派上用场，但反导系统原来对付的目标是机动性不强的弹道导弹，用来对付高速飞行的飞机恐怕不行，而且其本身的部分雷达隐身对于敌方的防空系统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很容易出现要么发现不了，要么发现了打不下来，甚至根本来不及打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比卫星更有用。成像侦察卫星确实比黑鸟飞得更高，看得更广，也更安全，但时效性远远比不上黑鸟。为了拍摄一个特定目标，一颗侦察卫星需要花个24小时，而战备状态下的黑鸟随叫随到。而且侦察卫星的轨道对大国来说不是监控的东西，虽然不能打下来，但是在过顶前将目标藏好，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侦察机的任务并不是卫星所能取代的，而且高空轰炸就更强了。卫星确实飞得很高，看得更远，但是它能攻击吗？并不能。如果 SR-72这类高超音速侦察机能成功，美国空军又领先世界1个世纪。不过火力军好奇的不是性能，而是 SR-72临界鹰去哪儿了？美国研发 SR-72已经很多年了，为什么又突然表示要研制一款新型高超音速侦察机？所以有没有可能 SR-72已经下马了，只是美国秘而不宣？新型高超音速侦察机是新版黑鸟之子，或者说是 SR-72的替代者。火力军说实话，虽然高超音速侦察机的性能很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拦得住，但是研制的难度很高。比如发动机，
高超音速侦察机的动力系统需要同时适应低速起降和高速飞行，而现在最常见的超燃冲压发动机需要在4马赫以上才能工作。在导弹等小型武器上都是用火箭加速，不是什么太难的技术。美国能制造火箭的公司很多，但是这一套放在大型飞行器上就不行了，需要将其改成 TPCC 模式，也就是涡轮喷气发动机和超燃冲压发动机。启动时用涡轮发动机不断加速，一直突破到4到5马赫的时候，再启动超燃冲压发动机。听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最大速度也不过3马赫，这中间的过渡是个问题。还有侦察机的耐高温材料，当飞行器以高超音速在大气层中飞行时，机身表面的温度会逐渐升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胀。飞机飞行时，机体表面与空气强烈摩擦产生热量，如果速度一般 2.5 马赫以下，风一吹热量就散了，但是速度过快超过 2.5 马赫，产生的热量就来不及散发，温度就会急剧上升，而且是速度越快温度越高。飞行器以5马赫飞行时，机体外表加温可以达到100摄氏度以上。美国大部分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头部基本上用的都是钨基材料，这种材质在耐热上确实可以满足战机高超音速飞行，但是贵，不能大范围的装备。而复合材料在新材料的设计与加工也不简单。洛马在研制 SR-72 的时候，说是考虑复合材料，比如高性能碳、陶器和金属混合物。而美国的猎鹰试验多次推迟的原因就是碳基体材料出现了剥离问题， SR-72 一直没能出现，估计也是研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且美国研制的 SR-72 时间已经不短了，在2013年臭鼬工厂就已经承认了自己正在研制 SR-71 的后继机，说的是2020年首飞，后来又推迟到2023年、2025年。而且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 SR-72 可以实现美国1小时打击全球任何一个目标，这也就意味着 SR-72 除了侦察能力之外，还要具备打击任务能力，当做全球打击武器使用。确实，这么好的飞机不挂点导弹就太可惜了。SR-72 计划里也说了能挂载导弹，虽然没有说明是什么型号，但 SR-72 肯定不是用来打空战的，而是成为一个高超音速轰炸机。这下难度又飙升了。等过几年臭鼬工厂说要推迟到2030年首飞，火力军都不会觉得意外。可以说，各国目前的技术都不能满足在2035年之前部署高超音速侦察机，所以美国让 SR-72 下马不是不可能，就跟当初的 B-2好几次就面临腰斩的风险。当然，美国空军与莱多斯公司签订合同还有一种可能，试验，验证高超音速侦察机的可行性，也可以说是积累经验，这大概也是美国梅海姆计划的目的。莱多斯公司研制的新型高超音速侦察机属于梅海尔姆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梅海尔姆是美国空军的高超音速开发计划。一句话概括，就是研制使用超燃发动机，速度5马赫以上的高超音速飞行器，有效载荷需要达到当前高超音速飞行器的5倍，航程增加1倍。但是在火力军看来，这个梅海尔姆计划研制出来的飞行器大概率是高超音速飞行试验平台。当然，如果以最终成果来看，之后也能用来验证各种先进技术与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结合，比如用来执行侦察或者打击等任务的高超音速飞机，射程以及战斗部更大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至于原因也很简单，美军官方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梅海尔姆计划的应用，但是项目名称里出现了一次性多任务，一次性什么的也太浪费了。按照梅海尔姆计划研制出来的飞行器使用超燃冲压加涡轮发动机，速度6马赫，载荷更高。这种飞行器如果是一次性的也太浪费了，就算是家里有印钞机也顶不住。而且就算是美国不计成本采用组合发动机进行一次性的飞行试验，那也没什么应用前景。高超音速飞机或者运载器可重复使用才有价值，多任务大概率也是指验证任务，并不要求其具备作战能力。
所以在火力军看来，美国是打算在2035年之前完成技术集成飞行验证，研制出不需要经过翻修就可以重复使用的高超音速飞机验证机，之后根据自己的军事需求转化成同型装备。至于美国空军与莱多斯公司签订合同，这是不打算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有选择的余地。就算是新款高超音速侦察机凉了，还有 SR-72这个老将垫底。毕竟美军武器装备都是以竞标的方式，看谁研制出来的更符合美军的要求。而且臭鼬工厂研制了那么多年都没有结果，也不能怪美国空军变心。总的来说，莱多斯公司研制的高超音速侦察机大概率是高超音速飞行试验平台。各位可以把高超音速侦察机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拼图，而莱多斯公司研制的侦察机以及臭鼬工厂研制的 SR-72都属于是拼图上的一个零件。火力军估计我们在10年内很难看到这个完整的拼图。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什么时候才能研制出高超音速侦察机？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